你可能从没听过迭部这个名字，我在来之前也对它一无所知。它位于甘肃南部一个藏族自治县，网上几乎没有旅游攻略，也没人推荐这里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这种地方意味着贫穷、闭塞、落后。可我今晚走了一圈，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我现在就站在街头，旁边就是一群藏族阿姨跳广场舞，背后是发光的招牌、车流、人声，还有全是二维码的超市。这真的是偏远地区吗？我们对中国边远地区的想象是不是早就过时了？我这次没有拍景点，没有网红打卡，我只是走在街头，看看这个城市的夜晚。走着走着，走进了一个我从没想象过的迭部，真的很有氛围。晚上7点半，街头已经亮起灯了。我刚走进县城中心广场，就听到熟悉的音乐，不是佛教诵经，也不是藏乐，而是广场舞的节奏。几十个人围成一圈，有藏族老奶奶，也有穿羽绒服的年轻姑娘，动作整齐，跟着节拍摇摆，气氛特别放松。有人说广场舞是城市的标配，但我想说，它早就是全中国的共同语言了。在迭部，你一样能看到那个跳舞的中国。从这条街一头走过去，你可能会以为自己不小心来到了某个深夜食堂聚集地，但这里不是成都，不是西安，更不是哪条著名的夜市街，这是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。我从头走到底，一路拍下这条街，每一家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们就从第一家说起。第一家叫王师川菜馆，是一家门面不大的小馆子，外面看上去很普通，绿底白字的招牌，门口挂了几道塑料帘。但当我从门口经过，锅里炒辣椒、花椒的香味直接冲出来，那是川菜才有的气势，呛人但让人嘴馋。我朝里面看了一眼，小店不大，4、5张桌子，可能不是饭点，并没有人。这里虽然是甘肃，不过四川人应该也很多。前面看到印象烤肉美食城，门头特别大，红色的霓虹灯非常醒目，光看门口就能感受到这家店的野心。它不只是烤肉，它是一座美食综合体，炒菜、手抓羊肉、凉菜、烧烤全都在里面。我看到服务员端出一大锅羊杂汤，旁边还在烤肥牛，桌上摆着红油凉拌木耳和青椒炒蛋。说实话，这种什么都有的馆子在城市里叫快餐厅，但在迭部它是大家公认的聚会首选，因为能满足每个人的口味。接下来的路上几乎是烤肉街的直线加速段，印象美食城后面接连3、4家烤肉店排在一起，有的主打铁签，有的炭烤牛肉，还有一家打出原生态香料腌制招牌。你走在路边，不用进店就能从空气里闻到肉香。走过每一家店，仿佛都是下一场啤酒配夜谈的入口。走过烤肉区，往马路对面看，是一个非常气派的清真餐厅。这家店有好几层楼，外墙刷得很新，店里出来的灯光比路灯还亮。玻璃门上写着特色烤肉、手抓饭、卤牛杂。进去吃饭的人不少，一家人围桌落座，孩子在餐桌下偷偷吃冰棍。而清真馆子的隔壁就是一家牛肉面馆，这家店标配开放式操作台，加拉面师傅，加红油牛肉汤。我看着师傅拉面、甩面、下锅，动作麻利的像在兰州主街。继续往前，看到一家塞外烤肉。说实话，看到这3个字，我以为是更传统的牛羊肉，结果招牌下面居然还写着海鲜。你敢信？这是在一个藏族自治县的夜里吃海鲜烧烤，这些东西应该是冷链运进来的。现在有了高速，全部是从宁夏和西宁来的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不只是吃得起，这说明这里的物流体系、冷藏条件、消费习惯已经完全城市化。高原乡小火锅，这家火锅不像川味火锅那么刺激，也不强调藏餐元素，它给人的感觉是适合全家来吃饭的地方。锅是小铜锅，主打是牦牛肉，就像它的名字，高原香，是一种介于现代火锅和传统汤锅之间的柔和过渡。而在它旁边不远，就是风格完全不同的川味火锅，
这家店灯光最亮，招牌最红，玻璃门上写着重庆牛油锅底鸳鸯锅限时第2锅半价，里面红油翻滚，桌边一盘盘麻辣牛肚、豆皮、酥肉，空气里是那种麻得鼻子发痒的辣香，就一个字，爽。火锅师是一座量贩式歌厅，门里面站着几位年轻人，穿着羽绒服，一人一杯奶茶，还有人手里拿着刚打包的串串。你可能没想到，在藏族县城的街头有 KTV， 但我告诉你，不但有，而且气氛非常生活化。这条街尾部是本地的副食品超市和粮油经营部，从食用油到大米，从挂面到洗衣液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。你知道一个地方是不是有人在好好生活，就看他能不能在家门口买到油盐酱醋，在这我都看见了。最后的彩蛋是这条街的结尾处，蜜雪冰城，雪王在这里依然微笑，只是没有开灯，应该是一家尚未开业的雪王。这一刻我真的笑了。你说这里偏远，可能地理上是的，但从人的生活节奏、餐饮选择、城市配套来说，它一点都不边缘。来一个，你好，要烤肠吗？看这个烤的最焦是吧？老一点就是焦一点的是吧？焦一点的要几个？一个啊，就这个多辣少辣美女都可以。好的，多辣一点啊，这个我们本地辣椒、洛大辣椒，辣一点是香的很。多少钱？3块钱美女，吃还是打包？就吃了。你们这里还有哪条街比较热闹呀？这比较热闹，夏天才热闹。平常都没人了。嗯，对，那边还跳广场舞着呢。对，生活拍摄。对，对我刚刚看了一下了，这边再往后走，然后再往哪边走啊？这边如果你就要去的话，这边往前走，路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小商铺。我进了一家藏装店，墙上挂着的是红的、蓝的、金的，全是民族风。但仔细一看，你会发现这些衣服已经不再传统，领口更现代，剪裁更时尚，像是为城市设计师做的联名款。老板娘跟我说，现在很多人穿藏装拍照，婚礼也要定做，年轻人喜欢潮一点的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传统不等于保守，它也可以是新的表达方式。这家藏装店不是民族博物馆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小市场，信仰在继续，生意也在继续。哦，好漂亮呀！帽子在外面，就那个帽子，真漂亮。我觉得跳一点颜色好看，绿绿的。就红色吧，红色挺好的。这个也可以，但感觉红色好看一点。就这几个颜色吗？嗯，去问问他。就这几个颜色了吗？ 5个颜色。就这5个颜色是吧？驼色，我想买驼色。但那个挺好看的呀。红色。嗯。我原以为这次走进的是一间普通的超市，但当我下了广场旁边的电梯，穿过那道不太起眼的玻璃门之后，整个空间一下子就把我镇住了。这里是迭部县广场地下的一家大型超市，我没仔细量，但目测保守估计至少1000平米以上，而且不是空空荡荡的面积，而是真正填满了商品、货架、人群和生活气息的大卖场。一进门，左手边是水果和蔬菜区域，有苹果、橘子、香蕉，甚至还有芒果和牛油果。靠墙放着散装土豆、青椒和萝卜，价格标得清清楚楚。这些都还算常见，真正让我意外的是，冷藏区非常齐全，酸奶、牛奶、果汁、熟食、火锅食材、冻品、牛排一字排开，还有整面墙的冷冻柜，里面堆着大包的鸡翅、羊排、速冻小龙虾和冷饮。
你说这是一个藏区的小县城，在这一刻，我只觉得我走进了任何一个3、4线城市的标准超市系统，往里走，是调味品、粮油、日用品、纸巾、洗衣液、厨房用品。超市甚至还分了2个区域，一边主打副食品，一边是生活区。我在生活区看到电热壶、毛绒拖鞋、一次性口罩、奶瓶、指甲刀、拖布和暖宝宝贴，这种配套是城市家庭生活的基本保障。以前大家说城市化是通了高铁，有了互联网，但我觉得一个城市有没有真正变得现代，要看有没有这种能包容日常每一个细节的空间。而这个地下超市就是迭部给出的答案。我看见好几个本地人推着购物车，手里拿着购物清单，也有一家3口，爸爸在挑食用油，妈妈在问洗衣液容量，小孩在手里攥着一包棒棒糖，还有一位藏族奶奶拎着一袋糌粑和一壶葵花籽油，边结账边和收银员聊天。他们都不惊讶，不兴奋，不拍照，说明这不是新鲜事，而是他们早就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。我站在饮品区前，看着一排排整齐的饮料瓶子，从元气森林、农夫山泉到可口可乐、青稞酸奶，应有尽有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不是物流的胜利，这是一种观念的更新。这些年，中国的偏远地区并没有被城市包围，而是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吸收城市的生活方式，然后长出了属于自己的城市形态。不是复制，是融合。最让我觉得高配的是出口处的动线设计。出了超市，有一段通道直接连接到一个藏装与日常服饰的批发市场。那地方虽然不大，但5颜6色的羽绒服、冲锋衣、藏袍、保暖内衣、女装、男装全都有，而且明显不是给游客的，而是本地人真正来买过冬衣、买婚礼服、买日用品的地方。我看到一位藏族大叔正在试穿一件皮袍，旁边的老婆婆给他比划着领口。这一切都非常生活，非常接地气，非常中国。我回头再看一眼这个大超市，它不在写字楼下面，也不在高档商圈，但它就这么稳稳地生长在一座藏区小城的地底，不喧闹，不显摆，不特意宣传，却承接了这里成千上万人的生活琐碎家庭计划和日常节奏。如果说白天的迭部是山和庙的轮廓，夜晚的迭部是火锅店和歌厅的热闹，那这个地下超市才是真实的城市内部结构。当一个地方拥有了自己的超市系统、商业动线、购物习惯，那它就不只是被看见的，而是真正活着的城市。这是迭部，是一个你可能没听说过的小县城，但这地下的1000平米撑起的不是商品，是一种稳稳的可持续的现代生活。从超市出来的时候，大概晚上9点多，楼上广场还亮着灯，但人已经不多了，风有点凉，街上的空气安静下来，整条路灯还是一盏一盏的亮着，照的人影很长，像在陪你走最后一段。我背着相机慢慢往回走，突然意识到，其实这就是我想记录的东西，不是热闹的时候有多少人，而是人散了以后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还稳稳地存在着。迭部就是这样，它可能不在旅行攻略的首页，也没有流量密码，但它有超市，有歌厅，有火锅，有散步的人，也有等你回家的光。在这个地方，生活不是刚刚开始，也不是正在腾飞，它就是已经在这里安安静静地进行着。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多，如果你也愿意看看这些普通的地方，那就一起走下去吧。观众，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里是乐游中国，这就是迭部的夜晚。拍完了，我们回家。